我行医到现在都快40年了，见过太多的人，他靠药物来把血糖啊、血压呀压得太低，差点出事儿。有一位太太啊，她是我的糖尿病病人，她的先生啊，每晚都睡不好哦。这我知啦，厝内人哦，伊嘛会烦恼啊。咱讲到血糖啊，佫惊伤悬，佫惊伤低。啊，照顾的人啊，暗时嘛会困袂去。他先生啊，怕他的血糖啊，因为吃药、因为打针降得太低了，所以呢，他每天晚上紧张的要命，连带晚上都睡不好。伊真正足辛苦的呢。是好，这一集我要告诉健康的人，血糖高的人怎么学会来稳定你的血糖。血糖高吃什么最好？胡乃文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来，我跟你说。血糖不稳定会对你有什么影响？血糖长期过高的人容易口渴、多尿、疲倦，甚至于视力模糊。如果没有好好的控制，血糖就会慢慢的伤害你的血管，将来心脏病啊、中风啊，还有肾脏病啊等等的风险就跟着提高。血糖长期过低的人就可能出现头晕、冒冷汗、手抖，长期下来也会刺激到心脏和血管，心律不整啊，或心肌梗塞等等的风险都跟着越来越多，而且免疫力呢也会跟着越来越差。所以啊，不是低血糖就一定健康，血糖过高、过低都可能危害了你的心脏，严重起来呢，还真的是会要命的耶。两习惯要戒掉害血糖暴冲，还有脂肪肝。想让血糖稳定，远离糖尿病并发症，这两个容易让血糖飙高的习惯一定要戒掉或者是减少。第一个习惯，喝蔬果汁，吃水果大餐。你以为喝蔬果汁、吃很多水果就健康啦？错！曾经有一个80多岁的老阿公啊，他糖尿病40年，血糖控制的不错。有一天血糖突然的飙到200、300，原来啊，因为他每天早上喝这么一大杯的蔬果汁。我知影有人打一杯蔬果汁啊，伊食用的蔬菜啊、水果啊，比伊一天食的分量佫较济呢。对，好，这样就会过量，而且吃下去的果糖太多了。水果里面的果糖要靠肝脏来代谢，你在短时间里面吃太多的蔬果，肝脏反而负担过多，多余的果糖呢就会转成为脂肪堆在肝脏里面，久而久之，脂肪肝可能就来给你勾勾顶下嘞。啊，糖尿病的人啊，吃什么水果糖分才不会太高啊？你可以吃苹果呀、蓝莓呀、芭乐呀，这3种水果甜度低而且安全，分量不要吃太多就是了。一天建议你吃1颗苹果大小的分量就好了。饭后2小时再吃，血糖会稳定很多耶。第二个习惯，太晚吃晚餐。你是不是常常加班到很晚才吃晚餐？吃完后直接躺在沙发上面滑手机，全身都不动，只有手指在那里动啊。问题是你吃进去的糖和热量，身体啊是没有时间去消耗它。睡觉的时候呢，胰岛素忙着降血糖，但追得不够快，清晨的时候肝脏又会释放一些糖分出来，早上起床血糖反而飙高，整天都很难稳定。怎么办？你尽量在晚上7点之前就吃完晚餐，让身体有足够的消化时间。如果你加班到很晚才吃饭，吃完了以后呢，就起来走它个10分钟，帮助血糖下降，避免你长出游泳圈来哟。血糖忽高忽低怎么办？2穴降糖解便秘。你血糖高的人啊，伊咧问啊，讲有啥物方法这样快速降血糖的？按什么穴道可以降血糖？有这2个穴位超好用，控糖又顾脾胃。三阴交、公孙。说到三阴交穴啊，它能帮你把血糖还有呢所有的内分泌都调整好，一次还调理肝、脾、肾3个经络。你看是不是很厉害呀？真的呢，那这2个穴位很好用真好用呢。三阴交在内踝尖往上3寸，大概4个手指头的宽度，就是3寸的意思。你摸到有一个洞，
嘿，它就叫做三阴交。哎，我还会记得呢，你有讲过呢。嗯怀孕的人呐，袂使按三阴交呢，有可能会。流产。对了，哇哦，你真聪明呢，哦，金跳啊！对呀，孕妇注意不要按好。再来，第二个控糖的就是公孙穴。公孙穴呢，它可以调动脾的能量，尤其是容易便秘呀、血糖不稳的人啊，通通都是特别赞的呀。很多糖友他脾比较弱，中医说啊，脾主管消化和吸收的。如果脾不好，嘿，你吃进去的食物就吸收不均匀，血糖容易忽高忽低，便秘也容易找上你。公孙穴在哪里呢？它的位置是在肌骨啊，就是大指的指骨的肌骨，它这个肌骨呢往后，然后呢从这个后边这一个地方再往后头找一个拇指寸的大小，这个位置就叫做公孙穴。你常常按摩三阴交和公孙这两个穴，使你的血糖更稳定，脾胃更健康，自然就能够改善便秘了。你按了这两个穴位有什么感受呢？可以留言给我。无糖饮料就让血糖飙，一茶降血糖。血糖比较高和糖尿病人喝什么茶来降血糖？有一杯茶蛮不错的，那就是牛蒡茶。中医看牛蒡啊，有清热解毒、利水通肠的功效。牛蒡会把身体里头多余的糖和水分带走，让血管干干净净的，不容易堵塞住，进而起到降血糖、降血压的作用。牛蒡茶怎么泡？市面上有卖这种牛蒡的茶包，你拿一个马克杯放一包进去，然后呢冲250cc 的热开水，焖它个5分钟就可以喝了。嘿，真方便呢！真赞哦！哎，安尼吼，糖友啊，就来一杯啊，牛蒡茶吼，可以降血压、血糖呢。闻起来也很香，喝起来也还口感不错，对不对？嗯谁不能喝牛蒡茶？两种人要避免：第一，怀孕的女性，当然是女性哦；第二，风寒感冒，像是怕冷啊、有点咳嗽啊这一类的感冒，不要喝，喝了可能会不舒服。即马足侪人啊，拢就爱啉手摇饮的呢。啊，糖尿病的人啊，适合喝什么饮料啊？只要是无糖饮料就可以，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、无糖鲜奶茶、牛奶都 OK 嘛。但是这一种无糖饮料，健康的人、糖尿病人都不要喝，就是有甜味剂的无糖饮料。根据研究，摄取大量人工甜味剂的人，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啊是明显的提高。咱健康的人啊，上好啊，莫食甜味剂哦。是哈、糖友真的要喝甜的话，建议你买无糖饮料回家，自己加点蜂蜜，比外面加砂糖或果糖的更好。饭后血糖不飙高，山药护血管降三高。饭后血糖降不下来的人，我最推荐你吃山药。有一次啊，我朋友的朋友说去做健康检查，发现血糖有点高，就问我朋友：“哎，我血糖高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吃降血糖药，但是呢，却能够让我血糖降低？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呀？”我那朋友啊，他是学医的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哎，很简单啊，你把山药蒸上来吃，每天吃1两、2两或3两的分量。结果呢，几天后血糖就稳定下来了，再去检查血糖，恢复到正常值。可见山药不只是降血糖，真的能够帮助血糖稳定哦。”那山药不是淀粉吗？血糖高的人可以吃吗？嘿，好问题。重点就在山药那一点儿黏黏滑滑的粘液蛋白，它像一层天然的保护膜，能包住肠道里头的食物，让糖分慢慢的释放，避免饭后的血糖飙高上来。更棒的是，山药能够清理血管，防止脂肪的堆积，让心血管更健康。同时呢，补肾又稳定血糖，是非常棒的降三高食物。哎，水波啊，山药怎么吃最好啊？我知，把山药啊摕来切，还是吼摕来煮，拢真好食呢。
哎，你煮的山药小米瘦肉粥是不是？对啊，山药小米瘦肉粥啊，个山药排骨汤啊，哇，拢就好食呀。这2道血糖、血压都照顾到了，对吧？是呀。还有一个三高的人吃也很好，就是煮成4神汤。你都喜欢怎样料理那个山药啊？留言给我们。名厨一蔬菜煮汤稳血糖近50年，高血糖患者或者是糖友，炒菜别只靠盐和酱油，改用控血糖蔬菜，像是洋葱、大蒜，不但香气十足，还能够降血糖，就算少盐它都很美味。洋葱可以降血糖吗？可以。洋葱的胡皮素不只是延缓糖的吸收，还保护血管。日本天皇的御厨弟子洼田好直40几岁的时候罹患糖尿病，医生建议他打胰岛素，他希望能不依赖药物，每天就喝自己研发的洋葱汤，空腹血糖就从200降到130，而且完全没有吃1颗药，已经快50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洼田好直啊，现在都已经86岁了，还在餐厅里头当总料理长，活力满满的耶！哇，好厉害哦！那洋葱汤要怎么做啊？我把分量和做法放在这里，你也可以截图试做哦。洋葱1公斤，大约4颗；昆布丝15公克；大蒜1/2瓣；培根50公克。白酱油1又2/3茶匙，酱油3/4大茶匙，醋2/3大茶匙，胡椒少许，水1200 CC。那大蒜怎么吃能控制血糖啊？临床证明，你可以每天吃新鲜大蒜2公克，大约就是1半的分量，1颗大蒜的分量，连续几周就能稳血糖。这个大蒜的蒜素，它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，把血糖带进细胞。亲爱的粉丝们，我们已经开启会员频道了。如果你认同我推广中医、照顾自己健康的理念，欢迎每月小额支持，只要花2杯咖啡的钱哦，或成为我们的 VIP 赞助者。有你同行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真心感谢你。